大家好，我是住在东京的方块。这一期我想和大家聊一下有关于升学的学校相关的一些事情。这一期的材料呢，主要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网上找到的资料整合而成，虽然不够全面，但是应该能够帮助到大家了。升学的学校呢，根据我的自己的经验分出来，总共有两种分法，一种是运营方，一种是专业性质。运营方的话呢，主要是大家所熟悉的国立、公立和私立这三种。专业性质的话呢，主要是大家所熟悉的一般的大学，还有2年制的短期大学以及专门学校。专门学校还分为2年制、3年制和4年制。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运营方方面的一些区别。首先是国立，国立的呢，主要是由国家进行管理，学校的成立和学习环境都是按照一定基准制定的。公立也是一样，只不过它的运营主体是地方自治体。然后是私立，私立的话呢，主要是由企业或者学校法人设立和管理，比起和国公立，它的自由度更高。第二个区别呢是专业性质方面的区别。首先呢是大学，大学主要是以学习理论和学术相关的学问，教学范围是比较广的，除了专业以外，还可以学习其他各种相关的科目。然后是短期大学，虽然会和大学一样，教学比较广，但是主要是培养职业和实际生活能力有帮助的一些能力。大学的学术和理论相关的学问呢，这个是比较好理解的，因为这个大家接触的比较多。短期大学呢，它虽然和大学一样教学范围比较广，但是它更侧重于应用方面，也就是它更偏向于职业和实际生活能力。然后就是专门学校，主要培养特定职业相关的知识和经验。比起大学和短期大学来说，它更侧重于某个行业，比如说我们所熟知的一些像 IT 行业啊，或者编程啊、程序员这些。专业性质如果用图来进行解释的话，当然可以参考下面这3种图。第一种就是大学，它的拓展性和垂直性都是比较高的。然后是短期大学，它的拓展性是比较高的，但是垂直性稍微弱于大学。然后接下来就是那个专门学校，专门学校的话，它的拓展性是比较弱的，但它的垂直性比起大学可能会更高一些。在聊了学校相关的一些区别以后，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在正式介绍开始前呢，跟大家说几个注意事项。首先呢，这里的柱形图是学费，折线图呢是就读的年数，还有几个选项我没有列出来，像专门学校的3年制和4年制，这里主要是以2年制为基准来进行介绍的。第三个注意事项呢，就是这里的学费的参考基准是具有日本国籍的人，也就是说，这里的学费参考基准是日本人的平均学费，而留学生的学费呢，它是在学费上有一定优惠的，也就是政府会给予一定的优惠补助。它的学费呢是比之前要少一些，但是并不会太多，也就是说可以用来参考。然后这里比较值得大家注意的呢，就是在公立大学，无论是国公立大学还是短期大学的公立以及专门学校的公立，这里我并没有列出来，他们的学费都是属于最低的。然后就是私立大学，私立大学的话又分为，比如说像文科系、理科系，还有像医学系，医学系肯定是最贵的，然后文科系一般是最低的，然后其他的话呢，可能包括工科啊等其他方面。也就是说，在这里的话，其他是比较低的，然后理科系是属于第2高的，然后专门学校也是差不多。然后就是专门学校4年制其实是和私立大学4年制的学费是差不多的，因为你这里平均一下比下来的话，这里是按照2年制来计算的，也就是说2年制、4年制的话，你再乘一个2，就是460万，其实和私立大学是差不多的。然后我们来说一下入试形态相关的一些事情。首先呢是大学，它的要求是最复杂的，也是要求最多的。比如说，你肯定需要参加1届留学生考试，然后面试、校内的测试以及日语能力测试，这个都是需要的。其他的有一些小要求，比如说可能还需要托福，还有小论文。小论文的话，这个看学校，有些学校是一定要的，有些学校是不要的。然后是专门学校，专门学校的话呢，主要是小论文，还有日语能力测试以及面试居多。小论文的话呢，主要是看你针对他们学校以及你想要学的专业的一些说明，还有日语能力测试，一般至少要N2开始。然后呢，就是入试的报名费用，一般是1.5到3万日元之间，有些学校可能会高一些。这个就是我之前留学生里面所讲的，你要给自己留下一些选择的余地。比如说，你今年需要报考3所学校，每一所学校都是1.5万日元的报名费的话，你需要准备4.5万日元的余额出来。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国公立和私立的优缺点。
这里的国公立和私立并不只是大学，甚至包括了专门学校等等。首先，我们了解一下国公立的一些优点。第一个就是学费便宜，这个是肯定的。比起私立大学，国公立大学的学费有着压倒性的优势，这个大家从前面的图表也看得出来了。三者的学费从多到排序的话，基本上是国立最少，公立居中，最后是私立。第二个呢是设备方面，国公立大学因为有着国家和地方的援助，所以说他们的研究设备一般是更为充足的。当然，这个并不是绝对，有一些企业或者是学校，他们的财政也是比较充足，他们在某些方面可能会比国公立大学更充足，也是有。然后是教师资源方面的话，一般的国公立大学也是比私立大学更为充足，然后单个老师负责的学生也是比较少，学生有更多机会向老师提问和探讨。最后一个呢就是学历，国公立的考试科目类别和难度基本上都是普遍高于私立的。参考的话呢，就参考于中国的重点一本和二本就。然后呢就是缺点，他们的缺点和优点一样，刚好正对的。比如说像多学科学习，因为学习的东西多了，所以要花更多的时间进行投入学习。然后呢就是这里的录试次数少，每年的呢入学次数不像私立那么灵活，而且普遍是有复试的形式。复试还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有一些学校呢只有中期，甚至大部分都在前期，后期的没有，这导致你安排时间方面是比较紧凑的。大家在选择学校的时候一定要好好选择和安排。私立的优点呢，就这一个就是和刚刚的缺点反过来的，它的录制是比较自由的，可以很好的规划录制时间，而且呢，它的那个录试的那个形态也是多样，可以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录试进行测试。最主要的是呢，私立的学校是多于公立学校的，也就是说，你的目标校可以选择很多个，并不需要局限在几个。私立的第二个优点呢，就是促进就职的手段都是比较多的，而且它的资金也是比较充足的。然后呢，就是私立它不像国公立，它一般和企业联系比较多，所以说它在入职方面它是有更具一些前沿性的。第三个呢，就是学校的景色和氛围可能比起国公立更加的独特。私立的缺点呢，就是和国公立对着来的，比如说像第一个就是学费比较高，私立学校的学费是普遍高于国公立的，尤其是理科和医学系。第二个呢就是偏差值，私立学校的偏差值呢一般是比较分散的，不像于国公立是很集中在某一个区段。然后专门学校是没有偏差值的，无论国内公立还是私立，这些大家要记住。有关于偏差值的一些相关的内容，我会找一期节目单独给大家进行说明一下。然后这里我们来了解一下专门学校2年制和大学的一些优缺点。大学的优点呢，这就是和专门学校进行对比的，而不是前面的国公立进行对比。首先第一点，大学的优点就是毕业后的路更广，可以升学到大学院以及修士。大学的第二个优点呢，就是一生当中能得到的工资会更高，无论是你的初始工资，还是你的那个涨薪以及你的总工资。第三个呢，就是能学习到专攻以外的学科，有更广的视野，对于求职来说也更为方便。最后一个呢是部团活动更为充实，这里的部团活动呢就是动漫里面的那种部团，它的作用呢就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可以聚在一起，把自己所有的经历和经验，然后作为一个工作的组来进行合作和攻克一些难题。甚至有一些企业在进行面试的时候，他们会问你有没有参加过什么部团活动啊，这个也是一个得分。然后大学的缺点的话，就是私立大学的话学费会更高，因为都是4年制的话，而专门学校是2年制，所以说它的学费会更高一些。啊，这自我管理能力差的人是比较容易挂科的，因为他更注重于学历，所以说你如果自我管理能力差，时间少的话，那么就很容易挂科。然后就是入试难度是比起专门学校来说是更高的。然后我们来说一下专门学校的一些优点。首先呢是第一个，在同一个专业或者说同一个行业内，求职的机会和几率也是更多。这个具体要怎么理解呢？大学那边主要是学术和理论，对吧？这边的话就是更侧重于你在职业应用方面。比如说像同样是编程，大学可能主要学一些，比如像数学方面一些理论，来应用编程方面可能居多。而专门学校呢，就是在编程方面更注重于要求怎么去应用这种语言，这种编程语言来进行更多。然后它的课程也是根据你的这个求职
的这个职业来进行安排的。第二个呢，就是可以和拥有同样目标的人一起去竞争，因为在同一个专业能够更好比对自己的优缺点，然后去拓展自己的优缺点，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这点的话呢，就和大学有一点不一样的。大学那边的话，一般是比如说同个专业内，其实大家选的课是差得很大，但是发展方向是差不多，除非你选择另一个专业。但是这样的话，你就没有竞争性了，对吧？但是专门学校这边的呢，它会给你提供一个更小的、更比较垂直的目标去跟你进行竞争。比如说，同样是 IT 行业，你同样是学习编程的，有些人可能是更偏向于学习前端，有些人更偏向于学习后端。前期的可能很多是基础课程，然后根据你的学习，你会比较擅长这样或比较擅长那样，就可以比较自己的优缺点，又或者说是可以和同样是前端的人进行竞争。它的那个目的性可能会比大学更强。第三个呢，就是可以在2年内就可以进行就职，因为是2年制的这种的话，它就是2年后你就可以，基本上是在1年半左右开始找工作，然后是2年后毕业就是直接是内定的那种。然后它的缺点呢也很明显，缺点就是很少有机会能够接触到专业以外的知识，然后是专业以外的工作的话就不太好就业，这是第二个缺点。第三个呢，就是部短活动比较少。然后我们来了解一下短期大学的优缺点。短期大学的优点呢，第一点就是可以在2年内集中学习，这是比较好的一个优点。第二个呢，就是那个人数是比较少的，有种在家里学习的氛围，也就是说大家是相处是比较融洽的。因为人数比较少嘛，大家学习起来就感觉像家里面学习一样这种感觉。第三个就是学费便宜，因为只有2年。第四个呢是本地就职能力强，这里的理解呢就是短期大学更侧重于在本地或者是在现实生活中一些比较有实际解决能力的一些职业。这个如果说一定要理解的话，大家可以参考你身边经常见到的一些工作，或者类似于公务员这种类型的感觉。不过这只是参考，并不是说一定就是。然后呢，就是缺点。首先第一点是自由时间是比较少的，因为2年就是集中学习，自由时间是非常的少。你要把2年之内把别人可能是3年的一些事情，或者说2年半左右的一些课程都要学习完，这个自由时间是，然后就是自由度比较低，因为2年时间的学习时间实在太短了，有很多时候你是无法进行深入学习某些行业的知识。就业方向的话，可能比起大学来说，你可能要少一些，但是比起专门学校来说，应该是比较多的。因为专门学校它更偏向于某个行业的更深入的一些知识。第三个呢，就是学习科目是比较先进，这个也是和大学相比，一般教养等以外的科目充实度是不如大学的。然后第四个呢，也是和大学相比，部短活动是同样不多的，但是比起专门学校来说，它是要多一些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前进方向。首先呢是那个短期大学这边，我们来进行看一下，一个个来进行分解。如果说你想要进行那个学识和理论，也就是学问和理论方面一些发展的话，你可以去。第二个呢，就是你想要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得到一些提高的话，你可以去专攻科。专攻科的理解呢，就类似于大学的实习，大家可以参考这种感觉进行理解就。第三个呢，如果你对于职业有着明确的一些学习方向的话，你可以去专门学校。第四个呢，就是和有短期大学进行合作的一些外国的大学进行留学等。第五个就是最实际的，也就是毕业后直接进行就职，而不是说去参加某些专业的一些行业的一些实习。然后我们再讲一下比较特殊的一个，就是专门学校的4年制。它的优点呢，第一个就是可以学习更深的专业知识和其他行业的知识。这里怎么理解好一点呢？第一个是肯定更好理解的，更深的专业知识，这个就是和它的意思一样。它行业的知识呢，这里呢主要指的是和这个专业交汇的一些知识。比如说你是学习 AI 的，你可能说你会学习到和 AI 应用相关的一些行业，比如说像那个金融啊，或者说是那个旅游啊，又或者说是那个智能的一些农业等等。还有呢，专门学校一般会经常推出和企业一起的一些实践性教育，这个就是类似于实习，但是和实习有点不一样，它是那个更侧重于教你一些比较现实的，比如说你是学习编程的，
学校可能会和一些变成公司进行合作，让你去用暑假的时间去他们经营公司进行一些实践性教育，就是他们会教你一些更加实际的一些经验，是这种感觉。当然也会付你工资的，所以说并不是白干工作。第三个呢，就是专门学校，因为是和企业合作是非常深的，它是更偏向于直接是就职的，也就是说在就职方面的资源可能比大学更为合理，也更为多。还有最后一个是4年制的毕业的这个专门学校呢，它的毕业证书和大学毕业证书是同等的，价值同等，也就是说是属于4年那个全日制大学一样的同等的证书。专门学校4年制的缺点呢，主要就是第一点，因为是4年制，2年制就230万日元，而4年就差不多460万，所以它的学费呢是和私立大学是差不多的。第二个呢，就是部团活动是比较少的，这个是没有办法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比起大学的各个行业覆盖率，专门学校更倾向于行业内的拓展。比如说你是学 IT 的，主攻编程的，你可能学习其他知识，同样是 IT 方面知识，像比如说像虚拟化、云计算、运维等等。然后这里呢，就是给大家看了一个图，4年制的专门学校和4年制的大学，他们的学位是同等的。然后是3年制的话，是那个和短期大学是同等的，也就是2年制也是一样，3年制也是一样，都是和短期大学的大学是同等的。1年制的话呢，这个就非常的那个了，所以说你读1年不如读2年了，对吧？图里大家可以看到的呢，还有一个上方的一个进攻的一个标识，也就是说，即便你只是一个专门学校，你也可以去进修修士和博士，也就是并不受限制的，因为你的学历和大学是同等的。最后呢，我想给大家一些关于择校方面的一些个人建议，这个是自己经历过的，还有周围很多相同的类型的一些同学所那个总结下来一些经验，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首先呢是国公立大学，我的推荐是经济条件比较充足、学习能力强、非社会人士推荐。年龄和学习能力方面，社会人士肯定是弱于一般的学生的，也就是高中刚毕业的学生，所以说社会人士是非常不愿意推荐。然后这里大家疑惑的点可能应该是经济条件充足这一点。为什么呢？我前面说的国公立大学的学费是最便宜的，但是这里却要推荐一个经济条件充足，对吧？我之所以会这么说呢，因为是国公立的大学和国公立的学校，他们都是比较强调和注重学历的。也就是说，如果你经济条件比较差，你肯定需要花很多时间去进行打工，那么的话，你肯定会落后于同龄人。这样的话，对你的学习和学校是非常的不好的。如果你能跟得上，那是最好的；如果你跟不上的话，那就是不停的挂科。这个对你来说应该是非常不好的一个事情，对吧？当然，这里的另一个前提就是，如果你的学习能力非常强，你可以花别人1半的时间，你就可以轻轻松松的学习到别人1倍的知识的话，那么这样的话，你是可以去国公立大学的。当然，这样的学生应该是比较少的。第二个就是私立大学，我推荐的话就是经济条件充足，学习能力一般，然后是自律性比较差，有着自己明确方向的人，还有非社会人是比较推荐。这里的话呢，大家可能比较疑惑的是，比如说像为什么推荐学习能力一般、自律比较差的人？因为学习能力好的人肯定是基本上是会去国公立大学，这个是不用考虑的。学习能力一般的或者有自己特长的人，他们一般会选择进入私立大学，这个是毋庸疑论的。就是自律性比较差，这个的话呢，就参考有一些人他是更喜欢去做自己的事情，而不喜欢被约束的。那么你去国公立大学的话，自由度可能没有私立大学那么高，那么你可以去私立大学。第三个疑惑的点呢，大家应该还是指的是为什么我会推荐非社会人进入私立大学？因为私立大学它再怎么说也是大学，也会强调一定的学历的，也就是说社会人的话在学习方面应该是不如学生的。如果说你一开始就作为一个社会人进去的话，你可能会因为学历跟不上而导致挂科，这个是非常不好的一个事情。大家如果说觉得我的建议有用的话，大家可以社会人最好不要选择大学。第三个，短期大学。短期大学的话呢，我比较推荐是目标明确于就业，然后经济条件比较差的一些非社会人。首先呢，目标明确就业指的就是
因为短期大学一般是2年制的，所以它是对于那个目标明确于就业的人来说是非常合适的。然后是经济条件差这一点的话呢，因为它的学费是2年，而且2年制的学费也是比较低的，所以说非常适合经济条件差的人。然后是非社会人也是一样，它同样是大学嘛，它也是比较强调学历的。如果你是社会人进去的话，你的学习能力还是比不过同龄人的，所以说这里不推荐那个社会人进入大学信息。然后就是专门学校2年制，目标明确于就业，然后经济能力比较差的学生。这里和前面一样，大家有疑惑的可能是为什么会推荐社会人进入专门学校这一点吧。首先呢，专门学校它的面试和前面所讲的一样，它主要是一些小论文，然后是那个日语能力测试以及面试，它对于学历的要求是比较低的，而且更侧重于一些某一方面的技能。如果你是社会人的话，你肯定参加过这方面的工作，你在社会的一些的技能学习方面，你可能会优于这个学校的同龄学生。最后是专门学校4年制的一些推荐。第一个是经济条件一般，第二个是想要继续进一步深造的人，第三个就是系统化学习知识的人，第四个就是社会人。这里大家可能会疑惑，我为什么会推荐经济条件一般的人去就读于专门学校的4年制？因为我前面不是说了吗？他的学费和私立学校是差不多的。这里的原因呢，主要是因为专门学校对于学历的强调并不像大学那么严格，它更侧重于对技能的一些实践和应用。然后在这方面的话，学习能力一般的人也是有足够的时间去进行学习，还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打工和兼职。所以，即便你经济条件一般，你也是有足够的能力和足够的金钱去学习这个4年制的专门学校。第二个疑惑应该是为什么想要进一步深造的人，对吧？这里的一点呢，就是讲到前面的那一点，专门学校4年制，你的大学的你的那个证书是和那个学士学位是同等的，也就是说你是可以进一步深造的，这也是我推荐的一点。系统化知识这方面的话，大家应该就不需要太过于解释，大家应该能够直接看这个名字就能明白的。最后一个是社会人，我这里推荐社会人的原因呢，主要是另外一个点吧，因为有一些人我知道他们是高中毕业以后，他们就已经不得不去参加工作，他们有足够的学习就是有足够的技能和经验吧，但是他们却没有一个拿得出手的证书。如果你这方面有相似的话，我推荐你去这个专门学校的4年制。因为如果你是去专门学校4年制的话，第一个你可以以一般的经济条件得到进一步深造的机会，这个呢就是非常适合于那种当年考大学没有考成，然后想要进一步拿到一个证书，然后去就读于研究生的人来说是非常合适的。第二个推荐的原因呢，也是和进一步深造有关。这里的进一步深造呢，主要指的是这个4年制的这个专科学校，包括2年制的，还有其他大学的，他们都是属于全日制的。也就是说，它和一些那种成人大学不一样，它是属于全日制分类的。也就是说，你毕业以后，它的成人能力是和大学的全日制是一模一样的，并不是说会让其他人区别看待的那种存在。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如果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希望大家帮忙点赞和分享。如果大家对我的内容感兴趣，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会继续分享日本生活相关的经历和经验。如果大家有疑问或者想要和其他的论友一起交流，欢迎加入我的私人对报群，谢谢大家。